你去做啊，做了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卖得更贵。It's only a ticket to do it better. 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People always come first. It's going to be a mature country. 今天的马来西亚跟10年前的新加坡没有分别。AI 的出现 ，software developer 的 company 最值钱的地方是什么？值钱的还是我们的经验。Jack Ma 已经讲了，where AI 和 technology 所发展着，其实要人与 AI 配合。今天能够跟 AI 配合的人，只有那2-3%。AI 发展的太快了，你不改的话，50后肯定会取代你啊。Alvin，请问你可以简单介绍你自己和你的公司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吗？我的名字是Alvin Alvin Ng，我的公司叫做 Smart Bee Solutions Sdn Bhd。当我们开始的时候Smart Bee 其实代表 Smarter Business， 中文是说，其实我们是要把一个生意做得更聪明。我们是2017年开始的那都有9年了，9到10年了。是。所以一开始你们的行业是在做 consultation， 就是让OK， 所以我开始的故事有点奇怪，就是因为我其实就在英国住了11年2012年回来，我2017年开始这个公司，但是开始之前我其实要做的就是做 consultation因为我的背景一路来都是 process improvement， 把公司做得更好。但那个时候人家会觉得，喂，你这样年轻，可不可以做 consultant 那我也想了一阵子，然后刚好遇到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他是做 software 的，他就讲 OK，why don't 我们配合一下当那个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就突然间转去做系统，然后反应就完全不同。哇，年轻人做系统，哇，应该的。那个反应就很 positive， 就很多人会来问我，然后会要我帮他们就觉得OK，这个是可以考虑去做长期的一行的，因为我本身不是来自 IT 的。我大学读的时候，我是读机械工程师，一毕业过后我就马上转行了，就去做 accounting 会计。所以其实我的 background 是 specialize 在costing consulting还有 strategy， 但是在于industry 了。一回到来这里的时候，当我做 sharing 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其实明白你在讲什么。而如果你跟一个 IT 做 software 的人讲，哇，你讲的话我不是很明白，所以我就有这个 advantage 咯。当初从第一天做到第100万业绩，你用了多长的时间？也蛮久，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马上跳进去开始这个公司，而我的做法是 OK， 试试看吧 ，right？ 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说真的去 plan 好我这个公司，也没有说怎么样 plan， 而是刚好我对这一行很有兴趣那是第一。第二，我的做法是我先找顾客，当我上药的时候，我才成立那个公司。就是有顾客来成立那个 system 公司。对，我那时候也是很小心啦。所以回到你要做到100万的时候，开始那时期真的是有一点模糊的，但是知道既然人家喜欢听我讲话，而我也觉得我可以帮到他，那就跟他拼一拼了。我真正开始起的是2018、2019，因为我们做的是 SaaS model， 就是要有月费的。那你要记得那时候我开始的时候，马来西亚对于系统摆在云上是很陌生的。所以回答你之前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头1-2年花很多时间在教导人家为什么把系统放在云上会有比较多好处。Of course， 刚好2020年 COVID 进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完全转变。Right， COVID 过后，人家就问我，你有没有 cloud 的 ？Right， 之前不是cloud 是什么所以真正启发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好笑的，就是多谢 COVID 啦所以真正起的时候也是COVID 过后。所以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 policy， 所以造成人家对 cloud 开始有认识，就更重要了。对了。那在摸索这段期间呢，有什么东西你经历过这个摸索期，你会觉得说，哎呀，当初什么东西是没有人告诉你，那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真的要开一门生意，要计划好来啦。但是很坦白来说，我也没有后悔我做的东西，因为特别是在 IT 这行业，特别这几年来 AI 进来的时候，市场转得太快了。虽然我以前是学 accounting 和 strategy， 人家告诉你你要计划足够3到5年。当你进来做系统的时候，其实2到3年已经是足够的。但是在这几年来，当有 AI 的话，
你只能计划到12个月，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系统是什么，下一个 AI 是什么，东西转得太快了。所以回去你之前问我问题，我会觉得第一，要保管 cash flow 咯，那是我觉得很多人 cash 知 flow 道很重要。 cash flow 很重要，cash is king， 但是也要会 leverage，right？ 因为 cash 不代表是自己的钱，你可能可以借，所以这些你就要去学啦，你上课程自己去学，是讲不完的。你要怎么样跟人借钱？因为借的太多也是问题，借了然后不会知道怎么用也是问题，所以那是第一咯。第二，天时地利人和，我学最大的东西，其实也真的是多谢 COVID 的时间。你要记得，我2017年开始，2018年、2019年在中国那个 COVID 已经在发作了，然后 after that 那3年是不可能 plan 到的，所以就要靠自己学的越多越好。就是你有 plan but 你也没有去机会去执行它。你是 plan 不到的，plan 不到。你是 plan 不到。我在英国做工的时候，2008年就经验了，英文叫做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mortgage 和 financial crisis。我也不可以说我很陌生啊，但是当你来到新的一个 crisis 的话，如果你问我会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要稳定的去思考 ，OK，情况是怎么样？如果可以保管 cash 就保管 cash 咯。如果觉得有机会，因为 opportunity and crisis 危机啊，对，有危险也是有机会，对，所以这个也是要会做到的。所以当你太过紧张的时候，你只是看到危险，看不到机会。Of course， 这些东西是在一个 crisis 的时候才发作。如果平常的时间平常的时间里面就要计划好来咯。这些东西whether 你是找一个老师去学习，或者去上课程，或者学习不一定只是在 finance 啊 ，right？ 学习finance， 学习怎么样 advance 你自己，学习怎么样把自己心态保管好来，就是说manage your own emotions 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So it's a balance of everything 啦。所以刚才你提到 cash flow 是很重要嘛？那为什么我发现到有时候在这个市场上，很多 software developer 的公司他们往往接很多 project， 可是他们都会 complain 赚不到钱哦。如果我把这个情况变成你是做建筑的 ，right？ 打个比方，你有个 office， 你觉得你做的 office， 你做了 design， 你把那个墙壁要放在左边，厕所放在右边，但是做了3个月过后，哎呀，风水老师讲厕所不可以放那边，你要改。平凡的人看到一个建筑就觉得，哇，你这样改厕所不是很贵？其实系统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当我要重建一个 module 或者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个 feature， 其实也是要时间重做啊。所以这个就其实跟建筑一样的，当你没有把那个 project 搞好来，你肯定是亏的。其实刚才你讲到 coding 啦，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有 ChatGPT 嘛，AI 嘛，对不对？ChatGPT 其实都可以帮你写 coding 啊，那我还需要 software developer 来做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用回建筑了，越来越多人可以做 interior design，以前需要请一个 interior designer， 他们现在可以去淘宝自己买家私，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做了，20年前你也是要有一个consultant进来帮你安排，然后帮你考虑。现在的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 code 的话，他们只能在电脑自己做东西啊，他不会把那个 code 摆回上云上啊。所以现在是市场上最新的问题，那是第一。第二 ，GPT 会 code， 但是 code 得出来半桶水，这样谁要帮你把那个问题解决啊？你自己又不会做 ，ChatGPT 只做一半嘛。打个比方，我给你 ChatGPT 做 ，ChatGPT 帮你做一个 website， 诶，怎么其他人看不到我的网站呢？因为你没有摆上云上了嘛。然后怎么样摆啊？你去问 ChatGPT 咯。很多人就卡在那边所以如果拿建筑的话，它可以自己起那个马桶，它可以安装马桶和这个油器，但是建筑的那个基本的功夫还是要一个建筑老师啊，就是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去 advise 他。对对对，哪里会出错，哪里会做得更好哪里会省你的时间所以这些东西，那是真的。我们做系统的，其实我们的压力更大，因为如果 AI 可以做，这样我们也不是找不到东西。然后发觉到，其实
也不是说很对啊，就 SmartBid as a 公司就在今年年头就开始了一个 division 叫 SmartBid Academy，whereby 我发觉到 OK， 顾客可以用 AI 了，但是他也是要有一个老师去教他你要转左，然后或者转右，帮他减少出错的机会。这样当有 AI 的出现过后啦，你觉得 software developer 的 company 最值钱的地方和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什么？最值钱的还是我们的经验，经验最值钱。还是经验，因为你看我们没有 AI 的时候，真的是很投入的去考虑要怎么样设计那个系统。到现在今天呢，前2天我用 Cloud， 它也是捉摸不到经验有的东西啊。不过你问我 AI 会不会更进一步 ，maybe 到2028年可能真的不需要我了 ，maybe 我真的不知道啊。but 我相信不可能，因为 Jack Ma 已经讲了 ，Industry 4.0 where AI 和 technology 在发展着，其实是要人与 AI 配合。当人家不了解这里了，就会很害怕。所以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不需要怕 AI 的。如果你没有去花时间去学习发展啊，那你肯定要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去学习，你有去把自己发展，而你真的能够跟 AI 配合，其实是很强的。而且今天能够跟 AI 配合的人，只有那2-3%，全世界只有那2-3%。我觉得还有60%的人还没有真正开始用 AI。而我会跟每个人讲，无论你做哪一行业，你要在你的行业更专业、更投入。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 ，AI 肯定可以取代你，那是第一。第二，那人家说，Win 我没有时间呢，怎么办？在英文有一个 20-80 rule，the Pareto rule， 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可以给你的顾客，我们英文说 value 了 ，right？ 就我用英文讲 ，What is the 20% of 你可以做的东西，真的是给你80% of 你顾客满足的地方。打个比方，讲回建筑了，我做一个 interior，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interior designer， 为什么人家会找我？Alwin， 你的 design 很特别，或者我觉得你真正了解我要的东西。这个只是一个很有经验的 consultant 才可以做到的东西嘛 ，AI 取代不到的。OK， 那我把它反过来说，我刚才是讲20%你给 value 的啦，但是80%其实是 non value 的嘛，也就是说发 email 啊，去做 calendar 啊，去安排时间啊，这些 AI 可以取代啊，这样你要好好计划咯。如果你真的想到这些，今天的 AI 可以帮你准备你的 email， 可以帮你准备你的 proposal， 那其实你以前是花3个小时去 proposal， 今天你才花30分钟，那你 Why not？ why not？ 然后你突然间多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把自己做得更好。对，所以它就会 increase 你的 efficiency，对了，来给你带出那20% 的 value 了。对啊，所以这是 AI 可以帮到你，而这是我刚才所谓的 AI 跟我们一起配合的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So Alvin，其实我发现很多 software developer 开始 develop 自己的 product，是不是 the only way that 他们可以 duplicate 他们的 business？ 如果你看一个传统的 SaaS model 啦，其实它的 cash flow 会跌得很快的，因为打个比方，我们今天买一个新的 software，ChatGPT 啦 ，right？ChatGPT 一个月才$20，但是 to develop ChatGPT 要多少钱？大概明白了。所以他们的 model 就是他先 develop 了，然后 sell as a product， 所以在英文是 productize 啊。当你 productize 了，你就可以收回你的 initial 的 capital，right？To answer your question， 没有对错的啦 ，right？You go back to how do you manage your cash flow? How do you grow your business? And how do you manage? 如果你是一个 construction company where 你可以卖的价格比较高，而你没有 subscription，then you go with that model。那个 model 之前没有 cloud 的时候，他们都是卖断的嘛，它建了。So of course 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过 SaaS， 没有人想过 subscription 咯，就只是一笔钱给了那个 developer。Then thank you very much. Right? The model is changing. Even as
我现在跟你讲我是 SaaS model，其实我们的 SaaS model 也在改善着。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不止 AI，我们现在已经准备着 AI agent，right？So agentic 又是一个不同的 model 啊，which 已经是在做着而转到很快了。So to go back to your question，没有对错，they really have to try to productize it to bring in more cash so they can sustain. And the faster they can bring in more cash, then customer can benefit even more. 啊，就好像 ChatGPT 一直发展3.5、4.5一直在发展着，so that 我们 as a consumer as a 用者会得到更多东西。讲到用这个 AI 其实我发现到有一些比较有年长了，他们还一开始其实还不适应，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我用 Excel， 我也是可以 manage 吗？如果我用 AI 或者我用更加 advanced 的东西，maybe 我的 risk 在我不会用，我不小心把 data delete 掉的话，也是一个 risk。去用 Excel 没有错，但是怎么样都是比较慢，出错机会也是比较高。那不代表用 AI 不会出错啊。分别就是，如果我今天用 AI 的话，我会叫 AI to build the Excel model，where 那 data 是完全在我电脑不了，我不会 share 给别人的。很多人还是觉得如果我要用 AI，我一定要把 data 转去 AI 系统。Actually， 那是不对的。Right？ 现在 GPT 已经告诉你了，我会 share 你的，我会用你的 data 的，已经很光明正大跟你讲我会用，因为我要用了，我才会学习，才会进步嘛。Right？ 所以如果这个你不明白这里，你要去学习啦。怎么样学习？你就问回 GPT 咯。What is data privacy in ChatGPT？简单来讲啦。Right？所以这东西that's why 我们做系统呢，我们要跟顾客配合，right？ 要教导他们，而他们不一定要来找我们嘛，他们也是可以去上网学重点也是一样要自己去学的很多人都知道 data privacy 是很重要 ，but still 还有很多的 SME 时常会中 scam 然后 account 被 hack 会有这样的东西发生其实你觉得问题是出现在哪里？我有一个不同的概念 ，hacker will always be more intelligent than the developer。OK， 我在讲过会 hack 和会 scam 的人，通常是比 developer 聪明的因为 hacker 也是一个专业嘛。所以我每次跟人就讲 ，you don't try to find the way to stop the hacker forever。你一定要找一个方法去减少你 hacker 的机会，那是肯定。Right？ 你要 install security software 那等等去做 ，right？But from a business continuity 的方向，你要永远准备好的，你一定会中 hack。当你有那个概念先，你就不怕了咯。打个比方，当你有 database 了，你就要做你的功夫，每一天去 backup 因为很多中小型公司只是想到预防，但是没有想到 backup。那 means 他们觉得我 install 了这个 software， 我不需要 update 的，我是永久都会没有问题的这个概念就错了就算你 install security software， 你也是要每一年去 update，right？So 你要问你自己就是，如果你有一大笔钱，你要放在一个银行还是把它放成不同的银行？不同银行肯定。So then this is what I call a backup plan， business continuity。特别是因为我们做了ISMS ISO 27001，我们就会更加小心。So as a software 呢，我们不可以做 daily backup 是不够的。我们的 backup 是 real time 的 ，that means 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们都在 backup 着。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hacker 什么时候会来So 其实 first thing is 把 mindset 和概念搞好。当你搞好这 mindset then 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东西所以 compare SME 呢，你觉得他们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他们 not afford to 去购买这一些 backup 的 software， 还是因为他们不够人 limited resources， 还是因为他们 just being ignorant， 就不知道原来是这么重要的cyber security。 我自己也是 SME 啦 right？SME 有很多东西要翻 of course 你 compare to 一个 multinational company 它的在 financial 那边它比较稳定，在 regulation 那边也是比较稳定 no but 不是说 SME 做不到嘛 right？
你说 SME 没有时间做 ，OK 有可能性。你说 SME 没有金钱去花去学习，那个是人的问题了，我觉得。哎，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要学 GPT，你会上课吗？有一些会上，如果他觉得 GPT 真的对他很重要，他去上。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学生，他没有钱去上课，他会去哪里？找 YouTube 哦。如果他觉得真的够重要的话，他是肯定会花那钱的。SME 不是没有钱啊，而且 SME 是很多钱的是啊，priority 不在不排序不不对对的地方。啊。那我们做 software 的，其实很多时候比较成功的 project，通常是 SME 的老板还有他的孩子会进来。当有一个比较年轻的，通常会比较成功，而这个问题突然间会不见的，因为都是那个年轻人问他，哎 Win 啊，data privacy 很重要嘞，我们怎么样 protect 我们自己？反正那个比较老的就不会问这种问题。So mindset shift 咯，again educate yourself。然后下一个就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哪一些重要的是不这样，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很多钱的。我每次跟人讲 ChatGPT 多少钱？二十块美金吗？你没有20块美金，你就把公司关掉咯。SME 哦，反而大公司的问题就是他们有 data privacy 的 regulation，所以他们用 ChatGPT 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公司很严。SME 其实要做很多东西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没有那种 regulation 的。你自己也是 SME 嘛，对不对？所以我发现到这个市场上很多人觉得，诶，我只是 SME 罢了，我这么我的公司要 ISO 27001，我不需要 apply 什么 cyber security 的 system 嘛，对吗？可是你身为 SME 的老板，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它其实可以帮到你的公司什么？maybe 你可以 share 一下。很好笑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开始的时候讲ISO 27001，你去做啊，做了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卖得更贵。我一直在笑，哦，他们 mindset 是这样啊。他也是 software 的。其实我开始做 ISO 的时候，我也是想了这个问题想很久，要不要做？因为当我做的时候会很花时间，花时间是一，第二要 maintain 啊，right？如果公司要开始 grow，branding is one thing 啦，reputation 是当你做错的时候，顾客会永远记得你错的东西，而很少记得你做对的东西的。赞成。哎，人是这样子的嘛？好的时候就不会对感谢你，错的时候就每天在 call 你，在骂你。不过这是人呐、也不是说对，也是有好顾客来感谢我们的 ，of course。那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做 software 的 data protec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做 ISO 27001，这种 data security is only a ticket to do it better。我们也很幸运呐、right？学了过后才发觉到，哇，这样多东西是做错的，也不是说做错了，就是说发觉到 need to improve 啦，就是需有要去改善。很多地方可以改善的更好，而不一定要今年做好。It's something t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right? So of course 这东西是投资上课了才发觉才学到的如果没有上课就不知道那 of course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 option， 我就讲 OK 啦，我跟你拼一轮。Worst case scenario， 明年不要做 audit 咯。就 try 完今年。来，最后一年闷了一笔 worst case scenario， 真的公司做不来，不够人手就没有做咯。那第三的就是我们已经用这 AI 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公司开始投入做 ISO 的时候，刚好 AI 发展到刚刚好，所以我们很幸运，我可以用 AI。我跟你讲了，AI 跟我们一起来配合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跟 AI 一起配合。even 我们去做 audit 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管销就是我们谈过来，你要用 BSI 很难的哦。但是因为我们跟 AI 配合，真的在短短3个月里面可以做完。AM solve 了很多 problem， 但是我们没有拿掉那个重点，就是当你做你的 ISO 的时候，你要知道哪里有 risk， 哪里没有 risk， 那个还是要人去参考、去考虑才可以做到。所以 AI 没有把这一部分取代，AI 只是把那个没有这样重要的那 documentation 那 paper 帮我取代了所以变到我可以在短期里面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你们本身是一个 AI and software 公司，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来说是很多 paper 是不成立的，在你公司是一个误解。我公司没有 printer 的，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没有买过 printer 啊。我一个 printer 是当我们出去外面做 training 的时候才用。对我来讲，我概念是你一定要 digitize，不要讲 AI 啦，right？我跟很多朋友 share 的时候，我问他们，周末你 auditor 还有 paper 的，还有去 print 纸的，政府已经讲你不用 print 纸哦。说他们的每次讲哦没有我的 auditor 讲要，卖政府讲不要，你 auditor 讲要，谁比较重要呢？他们就卡在那边啊，就找话题了，right？因为他们也不想你这样懂 ，of course，这个 in the end 就回答你之前的，为什么 SME 有很多还在卡在那边，就是你讲了，他们有可能不信你，不习惯那个 changes。所以，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从 as a 公司，我从2017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 print 过纸，而只是用 PDF data。那明早我有9年的 data，我可以丢进 ChatGPT。很多的朋友还是讲，哎，我的 document 全部还是用纸的哦，我怎么样转 GPT，就变成有不同的问题咯。啊，那你跟他讲，哦，你去 scan 啊这种东西，哎呀，这样麻烦就卡在那边咯。But 你问我的话，你不用 AI，你肯定是会变成更落后啊。而今天的 AI 发展的太快了，你不改的话，你不用10年过后啊，你给你5年过后，你肯定会取代你啊。因为我记得你讲过，那时候你的公司是从一个人，来慢慢变10个、20个、50个。其实，在这一个 journey 里面啊，你觉得你的挑战是什么？当你要 manage 10个人啊，compare 现在50个人，人呢？人的是人的问题 behavior 啦。or because of age generation 还是第一，我比较 OCD 了，in a way，but 我做东西要有 certain 的 process，right？所以我会比较挑啦，啊，简单讲会比较挑。那是第一。第二，年轻人有不同的想法，而我尽量找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比较容易教导啊。Of course，没有说对错啦，right？As a SME 薪水钱也是一个问题啦，所以找年轻人就会容易一点咯，我觉得啦，因为我英国回来，所以有很多那种概念，我对于马来西亚做工的方法不熟悉，我听很好笑的。我头几个 staff 我这个工作人员，我跟他讲，我们有 flexi working，还有 work from home，这是 pre-COVID 啊，pre-COVID 那边是马来西亚 work from home 这个概念是完全是很陌生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 call 我 staff call 不到他，然后才发现哦 Elvin 他 after 几个小时在 call 我 Elvin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我午觉睡了3个小时，哇疯掉了，然后才发现到 OK 不可以太过 modern，OK 要传统一点点，所以我们头几年是很多这种 fine tuning，要怎么样跟马来西亚人配合，要可能怎么样跟年轻人配合，但是同一个时候公司也是要 advance， 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 ，right？So 在这里花了一点时间。Of course 我们也是很小心，因为我们有 project， 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 project 拿到比较小，所以也是 manage 我们的 headcount 啦。头几年就是学习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也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我们就从那边开始一直 grow， 一直 grow， 一直 grow。那是我做的。第二，我做对的地方就是从第一天，我们就电子化了很多东西。我们有自己的 online 的 handbook。讲回这个 work from home 啦，因为可能 Europe 他们跟 Malaysia culture 不一样，Malaysia 人是以为 work from home，我可以拿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的东西。我很幸运因为我在伦敦做工的时候，我其中一个 project 就是要 manage 在印度的一般的工作人员，所以对我来讲 working at 不同的国家已经是 normal 了的 ，right？ So 其实 work from home 跟 work from office 没有差很远，你的 KPI 有没有 set 对？传统的公司没有 set KPI， 所以他们的 KPI 是 FaceTime，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讲要看到你的脸，而我的 KPI 不是 FaceTime， 我的 KPI 是你有没有做工。这样你怎么样去算有没有做工result 咯，有没有交功课了。COVID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有一个 work from home policy， whereby 我们只是进公司 for 1个星期才进3天，
2天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是从 COVID 到现在没有改过的，所以变成一个习惯了。我的 WhatsApp 免费的我 WhatsApp community 有80多个 group chat， 不同的 group chat 是 manage 不同的 conversation within WhatsApp community， 这些东西是我一直在 build 着的，而是不用钱的，so 是一个概念。To work from home, you have to think like a business owner where 你是没有 office。如果你第一步没有在这方面去想的话，就会很难了。现在很多 youngster 要 flexibility 嘛，如果你的 staff 跟你讲，it's okay， 我睡3个小时 ，but end of day 我 deliver result。我通常会跟他讲，可以，但是如果顾客要找你呢，他通常达不到也是对。第一，第二，我跟他讲，你 it's to balance yourself， 因为我们做 software 这么多年，我们特别是做 software programmer， 他们很喜欢做到3更半夜的，第2天就 MC 了。right， 所以这东西要教导他们，要 work-life balance， 做工的时候做好来，休息的时候去休息。我是跟他们讲，你要休息，你一定要休息，你不休息的话，你下一个 project 你是会搞不定的。其实 Alvin 现在在 market 了，坦白很多人对 ISO 就很大误解嘛，他觉得说，我买设不了吗？有没有？我就是用 ChatGPT 做一下 SOP， 我就可以 audit 了。所以当初为什么你们要花这么长时间？应该有3到6个月吧，至少应该6个月去 complete 整个 journey。end to end 少过6个月，真正开始 first day of training 到 final audit 才4个月不了所以真正做工是3个月了。其实看你要用 audit 的重点是什么啦 ，right？ 很坦白的说，这个方法以前来讲是没有问题啦，以前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不了解马来西亚的方向。第一，政府已经把 e-invoice make compulsory 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就是，当你有 e-invoice compulsory，that means 你公司的 finances 是 transparent 的 ，and the transparency is way more than 你的 SME 的 audit。第二，当你公司变成 transparent 过后 ，ISO is supposed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 area of the business。所以如果你是 ISO 9000，你是 quality， 如果 ISO 27001 就是 data security。All this is supposed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the business. Now， 你反正都要把这笔钱放进 ISO 去投资去做，倒不如自己去学好来。OK， 你跟我讲没有时间，以前没有 AI 我还明白，今天有了 AI 不可能吧？如果我告诉你，你把这笔钱标给你的 consultant 去帮你做，而你去买一个 AI software 帮你做，但是你一定要了解那 AI software 在说什么。为什么真正去了解 ISO 那么重要？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往 It's going to be a mature country。今天的马来西亚跟10年前的新加坡没有分别，已经是很多 regulation 了，而且越来越多。前几个月马来西亚刚刚出了那个 carbon tax 的 policy， 所以 carbon tax 也是有它不同的 ISO。那如果你是真的在一个国际性，不要讲国际，如果你是中小型公司，你要把自己公司弄得更大，你会在这方面偷工减料吗？你就不应该了。我觉得 ISO 除了 branding 之外，真正的功能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用具，帮你把你的公司带到下一个 level。It's a very powerful tool， right？ 而当你跟你顾客讲话的时候，当你了解你自己在讲什么，为什么 ISO 可以帮到你公司，能分别就是你要跟本地的小公司买卖，还是你要跟国际性的公司买卖那就是那就是 ISO 的强点。所以自己要做好 quality， 自己要做好，自己去了解，自己去学。就算你自己去学，你学到一半，还是有学到一点点的right？ 那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很有用处，特别是因为马来西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而以我自己的my own opinion is that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选的。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it needs to be more regulated,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bring Malaysia to the next level. And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一笔功夫，你要等到它开始的时候才去做的话，你就很迟了
就跟 digitization 一样的，你要等到 AI 进来了，你才开始去 scan 你的 document， 太慢了。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不轮到你选什么时候发生，而你不现在做好的话，你就会迟了。Then SME 就 complain 哦，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which is not healthy 啦，not healthy。对，可能就是 prioritize 不对的地方啦，一样。想到不够遥远啊，我觉得想到太短期了，他想到不，所以政府开始现在在 enforce 这一些 regulation， 所以 compliance 对你来讲 in future Malaysia 开始跑不掉了的啊。If you look at 前几年马来西亚已经讲了要做 e-invoice， 然后他已经开始他 implement 的 rollout 是3到4年嘛，那么其实你有3到4年的东西去准备，而你不准备的话，不能怪你咯。所以 I mean it's your own problem 嘛。ISO is the same thing. For example， 我刚才讲到 carbon tax。Carbon tax， 你的顾客是谁？你不是本地公司吗？你是卖给国际性公司吗？你没有 ISO， 或者你做到不够足够的话，你觉得那个你的顾客他也不是傻的吧？他们也是做到你的吗？Then it's a reputation risk， 不值得。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好奇，因为你本身有一个6岁的孩子嘛，那你自己的 AI software 公司，那现在很多父母会觉得说，我不要给我的孩子用手机啦，看电脑太多矛盾的。But 有时候看到，我又希望我孩子像你那 YouTuber 这样很赚钱哦，所以你怎么去拿捏？你觉得其实不要让孩子看手机其实是完全能够100% 的去阻止他们嘛？不要讲6岁小孩子啦 ，right？ 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多都 normal conversation 都不大会 ，but 当你要他做 technology 有关系的，他就很厉害。我孩子才6岁，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更加夸张、更加大。我肯定要他学会怎么样跟 AI 沟通。我现在教他怎么样跟 ChatGPT 讲话。我曾经想过，如果 AI 可以变成我们的老师，但其实我的孩子有可能性是不需要去学校读书的，但是他要去学校学会做人 ，how to communicate， 怎么样去问老师问题，怎么样去跟朋友接触，这些是年轻人缺少的，因为他们都只是用 YouTube 那是第一。第二，其实 YouTube 也是有它的 protection 的 feature， 好像我的孩子用 YouTube 的时候，我是有放 timer 的，到时间他就自己关。所以这东西很多父母没有想到，如果你不想的话，那肯定会有问题，因为变成他只是用 normal 的 YouTube，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看。第三最大的就是 of course social media has its own problems。 如果你不去自己去学习 social media 的问题，其实跟 scam 一样的，你不学习 scammer 怎么样想的话，那你是准备给他 scam 的。我是赞同。social media 问题是一样，如果你不了解 social media 怎么样会有 psychology bully or mental problems， then 他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了，很容易 fall into 他的 trap。对了 right， so of course 我给我孩子去用 YouTube 给他去学 GPT， 同一个时间他也是要去做他应该做的东西。其实有那个 exposure，but at the same time 你要 guide 他。对 ，but the truth is， 将来的学校不可能不用 AI，so that means 如果我可以叫 ChatGPT 当成他的老师的话，这样他还要去学校吗？ So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as a 父母我们要开始想and this 社会会被这一方面开始影响的。OK， 说回你的这个 industry 啦，是不是很多 software developer 现在越年轻人年轻化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会 prefer， 我做 freelancer， 我有外国中国老板 appoint 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flexibility 我又可以赚钱有什么 advice 给这些他们要自己出来创业的年轻人 ，whatever freelancer 也好，或者他可能觉得其实成立一个 software 公司也不难吧？So with AI, the world is becoming smalle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niche. 在英文来讲 there's this term called micro niche. That means 你不只是 niche， 你是 micro 的 niche。这不止马来西亚，这是全世界的。Of course, if you can become a micro niche and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生活 then by all means go. It's good. Right? It's going to benefit you, going to benefit family. But 很简单来讲 in terms of 心理啦 psychology, 78% 的人 7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very feeling based. That means they have to connect and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on a day-to-day basis. That means 只有10到20%能够在每一天坐在家不见人，只是对着电脑，而不会发疯的。所以人是需要一些 connection， right? So sure, you can be a freelancer, you can do your own technology. 他们问题不是在能不能交功课，能不能赚钱，他的问题是 is this sustainable long term or not? And 很多年轻人没有想到这里，他们觉得我可以赚快钱嘛，这样我就在家里待，自己做 AI， 在自己做 technology，没有问题。很多不耐的，就是可以赚到钱 ，but not necessarily 它会 long term， 对，就 not sustainable。他会发觉到，哇，我在做一家我会疯掉了他出来见人，见了多少then in the end 就会找回工作So yes, there is a minority, but a lot of them do not have the discipline， 没有老师去 guide 他们就变成做不久了。这样对你来讲，以你的经验what makes your business sustainable? I believe in our value 啦，right? Your value system. My value system, my value to my customer. 我讲了很多轮了 ，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People always come first. People always come first, right? Customers always come first. Process, 我们会跟我们的 our customer 去配合，去调整的 process。而 software 只是一个工具。The software is the last part of the equation. How do we ensure we have been very blessed 很幸运的 whereby 顾客会跟我们一起配合 and then we grow together with customer. The idea is that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our customer will grow first so that we can grow. 那是我的 value 咯。所以基本上 process 跟 technology 很多人都 claim 可以被 AI 取代 but people is always yes but 不能 even process 没有这样容易even process 没有这样容易，因为我可以讲有 let's say service industry 有10个做 consulting 的，他们10个的 consulting process 是不一样的吗？ and then 每个人的强项不同 right? Some people will be better in ISO, some people will be better in business sense 不一样。business sense 不一样对 so when we really understand our customer and we can bring the best out of them, then 跟 AI 配合的时候 we can really take out the 20% that they're very very good at and 帮他 exponential 那个部分。 Okay, last question 其实你怎样去知道那个 value 是不是对那个 customer 是一个 value？ 你如何去 trigger 到？我永远不会知道until I talk to the customer。so 很多时候真正要了解的顾客是要跟他走那条路的 ，where we really sit down understand。因为很多人是很矛盾的，很多时候我要这个未必是他的 value，right？ So 要跟他们配合，要跟他们学习，要跟他们做朋友，right？ 当你有这一部分做朋友，then 有时候他会把最困难的部分慢慢开始 share 给你 ，then 你就可以问更多咯。Of course, it takes two hands to clap， 是两边要配合的。要了解他其实要得到什么钱，谁不要钱？全部人都要钱的嘛 ，right？ 但不只是钱嘛，他们来找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2年的问题，还是4年的问题，还是10年的问题？我们从那边开始跟他 plan， 然后我们开始教导。所以其实很多人误解 service line is not only 你去 deliver 那个 service，but 其实我们也要扮演这个 so called business consultant 的一个角色，就是要陪他一起走完到 deliver 到 handover， 你就会知道顾客的 value 在哪里。对了呀，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做我们的 audit 的时候，我的 auditor 跟我讲，阿Win，你将来你要怎么样？我要这样子 ，then 你要考虑 to send your team for more training so that you can achieve this. I'm like, then of course 我就算钱啦 right? Normal SME 啦，这个多少钱？In the end, when you look at the long-term value of 3 to 5 years, actually, again, is how do we improve ourselves? It's an amazing journey. So 很多时候 even when I sign up for program, 不止我可以 share 我的经验，我也可以跟我的老师学到我应该做的东西。And it's always give us gain. How do we give something and still gain? In the service line 是这样子的 you just have to keep giving and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e will give you even more. So 这个是我很相信的。